大家好，我是许丽群。上一期我们了解了各种类基金的特点，那么如何使用它们呢？投资的时候，首先要考虑投资回报还是投资风险呢？你是否有能力并做好准备为投资风险买单？回报风险并驾齐驱，相辅相成。高回报的投资必有高风险。就像有机的菜畦、无化肥的瓜果、人工小面积种植的素果，其营养价值更高，对身体健康更好，但价格更昂贵。工业化批量种植、催长素果，为了运输方便、加料保鲜的产品，其价格相对便宜。我们每个人对股市的认知度不同，另外每个人的财富、经济状况、资金的持有期、理财的目的也不同。比如你口袋里买菜有多少钱？买了菜做饭给谁吃？你是每天都买菜，还是一星期买一次？我们每个人的习惯、财务状况、家庭状况等，决定着我们会购买什么样的商品。最适合个人的财富状况的种类基金，那么就是最好的理财产品。下面我假设3个不同的人群，来举3个不同的例子。在对全球经济走向不关心、对股市认知度有限的集体或个人，如有1比8到10年以上的多余的资金，可以利用其中的一部分，认购均选的进贡型的股债基金和全球型的股票基金。这里的股票呢占比多，有高风险，但全球分散的投资再加上资金的持有期长，它能减低投资的风险度。条件呢是一定要选对杰出的经理人。那么对全球经济走向及股市有一定认知度的集体或个人，如有1比10到8年以上的多余的资金，可利用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来搭配认购均选的全球股票基金、主题基金、产业基金和进贡型的全球股债基金。这里呢也是股票占比度，其资产配置呢较前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，更需一定的专业度，投资风险高，但回报呢也相对高。前提条件呢，你要对宏观经济感兴趣，对全球的经济走向呢、产业发展的前景呢要敏感，分析呢要合理选对投资类别中的最基础的基金，懂得跟踪研究宏观经济，深入分析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，懂得制定中长期的投资的策略，进行资产配置。这里我要指的是投资的专业人士或者专业团队，如被受托管理1比8年以上的资金，可搭配认购均选的区域性基金、单一国基金、产业基金、主题基金、对冲基金、私募股权基金等等。越纯越透明的基金，就越有利于优化资产的配置。那么对一些大的机构客户，比如说保险业、养老基金、产业联盟基金等等，他们呢拥有规模庞大的资金，投资周期很长，通常首选基金中基金的产品呢来进行资产的管理。同样，一些大的银行的私人财富管理，它也会首选基金中基金来增强他们客户的忠实度，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那么，如何为机构以及高净端私人客户定制长期的、稳定的高回报、低风险投资呢？我们下期见。